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这次是我的原因，我就不应该带你来跟他道什么歉。你要生气，你得抽我2钱，别生气。我抽你什么呀？我想抽他。现在就回去抽他，走。行了你，怎么办？现在弄成这样，现在该想怎么办的应该是他。哎，我爸已经看清他的丑恶嘴脸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没有机会再出现在生活中了。胡觉，你看看，你等着啊，等我好消息。爸，你都看到了吧？太不像话了，您的面子都不给啊！他今天做的确实挺过分，他太过分了，就没有他这样的，是不是？但是现在晨晨在里头不依不饶的，他爸也觉得面子挂不住，他非要我们把51解雇了，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他有什么好不依不饶的？骂人的是他，泼酒的是他，他现在有什么好发言的？不找他慢慢不错了，他还不依不饶的。何觉啊，你是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结这门情吗？我知道您不是为了这个公司发展吗？知道就好。那接下来你应该清楚怎么做。不是爸，我们公司发展没有他我们一样发展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让我跟他在一起，那不是要把我逼疯吗？就算你最后没有跟晨晨走到一起，我们没能多这个友军，也不能因为51而多一个敌军吧，对不对？51最近在几次事情上的表现是很不错，我从内心来讲，我是不想解雇他的，但是不能因为他而伤了我们陈家的和气。这么做太不值了，你说呢？对您来说是不值，但是对我来说不是。我认识11之后，我其实重新认识了一遍我自己。我现在对金钱、对幸福、对责任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，我有了一个概念。我以前我整个生活就是混沌的，我对世界根本就看不清楚。我现在刚刚才能一点一点看清这个世界。为什么要结果11啊？他说的话都是真理吗？啊？为什么他说什么话你就听，我说什么话你不听？那我说的话是不是全是废话？因为他没说，他只是在做，我只是在看。我们不能因为晨晨无理取闹，把11解雇了，没道理啊！你要是这么说，我今天还非得让51走不可。我绝对不会让你跟他在一起的，是不可能的。我没有让谁给我建立世界观，这都是你。你什么都别说了。你的一切是谁给你的？啊？要是没有我们的家族公司，你现在什么都不是。你没有资格来反对我，你也没有资格来选择自己做主。马上让他走，马上，立刻。不可能。侯爵，我估计我还没把话跟你说得够清楚。你现在拥有的这所有的一切，全是我给你的，包括51在内。跟安保公司签合同的是我，付他薪水的是我。我现在随时可以解除跟他的合同，根本没必要征求你的意见。你的意见对于我来说，什么都不是。你是不是觉得很受伤啊？啊？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想伤害你，我是要让你明白一点，什么叫现实。你的未来我都已经替你安排好了，你只要照着我说的一步一步往下走就完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不要。你不要？你不要什么？你是连家族的继承权都不想要，是还是不是？如果我要像一个牵线木偶一样任你摆布，
我不要。如果让我跟你选中的女人结婚，我不要。如果一切都要按照你的想法来，我不要。我感谢你的养育之恩，我以后一定报答你。我感谢你给我的一切，今天我如数奉还。喂，给我腾个地儿，晚上去你那睡。什么是没那么废话啊？我要离开公司，离开侯志荣，赶紧！什么情况这么突然？不突然，早就该这样了。如果是因为我，别闹了啊！我跟侯志荣的事儿，跟谁的没关系，啊？赶紧回去收拾东西去。回来了，哎，我煲的汤，喝点汤不？不在家吃饭了，以后都不在家吃饭了。哎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怎么了？又跟他爸吵架了？这次比吵架更严重。他说，他要离开他爸，出去闯一闯。天哪，那怎么可以？他没有这个能力的。你知道吗？他从小他就没有受过苦，你说他就这样一个人到社会上去，他怎么受得了的？他受不了，自然就回来了。放心吧，就是闹小孩脾气，坚持不了多久的。是，哎呀，他呀就是打小就任性。放心，这2天我会尽全力照顾好他啊。别哭了，别哭。那回头你帮我好好劝劝他啊！哎，好。杨姐，这个家里其实我最舍不得的就是你啊！你别难过，我出去之后好好混，我肯定早点回来接你啊！不是，每次跟你爸拌了嘴都没事儿，这回怎么会就弄成这样了你？我爸他不讲道理，现在。其实也有我的责任，他为了维护我，跟侯总闹僵了。对不起啊，张姐，别难受。放不下。等什么呢？去收拾东西啊！再等一会儿，没准你就改变主意了。不
不可能改变的。赶紧收拾吧。行，那我收拾东西了。你连这个也带走啊？你不打算回来了？这个放这边我踏实啊。给，我给你收拾的换洗衣服。嗯，好。哎，这钱拿着。哎呀，这我不可能再拿黄志荣一分钱了。这不是侯志荣的，是我的，拿着。更不能拿了，你赶紧留着自己买东西，别给我，别给我，我有的是钱。拿着。你不拿着，我生气了啊！拿着，啊，拿着。好了，不哭了。舍不得你。没事。你要回来啊！哎呀，我出去好好挣钱去。不哭啊，乖啊。我走了，张姐。好。走了。走了。走了，张姐，先别担心啊。哎呀，这些歌没有一首能匹配我现在的心情。什么心情？开心呀，高兴啊，感觉自由，感觉很放松，我觉得很洒脱，很潇洒。你真那么高兴吗？特别开心。如果你后悔了，我现在掉头回去还来得及的。不可能，没有可能，往前开，不要停，不要犹豫，右转弯，一脚油门冲到底。行，那你就先高兴着，以后有你受的。什么情况啊？几个人你拿一下。熊孩子，叛逆期没过呢吗？离什么家出走啊？这是，服了。带这么点啊？阿姨也来了。哎，什么情况啊？你这招谁惹谁？怎么太草率了？我要跟侯志荣划清界限。早该这样了。房间好了吗？好了，都给你空出来了啊！但是你别嫌弃啊，跟你的豪宅可比不了。定金都带来了，会嫌弃你？拿着，滚！拿着，滚！我撒了啊！你就是傻，塞钱像有钱烧的你，败家孩子，走了。走吧。
侯总，张家来了。啊，跟他说我马上下来。好的。哟，张姐，这么晚了怎么来了？我睡不着，所以给我煲汤喝。谁给你煲汤喝？什么汤啊？凉瓜猪肚汤，去火的，正好喝。不是给你煲的，我给侯爵煲的，还没来得及喝，就搬出去了。他没说他去哪儿吗？没说，什么都没带。那谁跟着他们？跟着的，亏得有11跟着。哎，我说你怎么就一点都不担心呢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他这回搬出去，跟他以前出国留学可不一样。那时候家里可是他的坚强后盾。张姐着什么急呀？这孩子啊，他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他在外头遇到麻烦了，受气了，他自然就回来了。哎呦，你怎么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这么说话呢？啊？哎，你说你们父子俩有什么话就不能好好说吗？有什么事不可以心平气和的好好商量吗？非得这么一天到晚就这么吵！你说他妈妈在天堂看见你们俩这样，他怎么想？喝吧，把汤喝了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我先回去了。二位不好意思，我们已经打烊了。猴子，要按你这么说，你爸现在真的已经是可恨到无可救药了。你看吧，但凡有一天他真栽我手里，我绝对帮你好好惩治。那是我爸。开个玩笑，我就帮你过嘴瘾。你爸多强大呀，哪轮得到我惩治人家是吧？那个话说回来啊，你这离家出走离的是不是有点太彻底了？多一双袜子都不带啊？今天这是11在我身边，我跟你说不方便，要不然我衣服我都不带，我光着屁股撒丫跑来，我什么都不沾他的。哎，刚吃完，别恶心人好吗？你这撒丫子，接下来想干什么呀？开公司啊，明天开始我就筹备公司。然后你也帮我注意点，先帮我招点人，我可能前期需要个几10个员工，然后明天我就找高级写字楼，我就开始租办公室。哎呦，行，我听着都吓人。你看我这饭馆不大吧？我这么小个饭馆，你知道做起来费了有多大劲，吃了有多大苦吗？你还招几十人，你真敢说呀？你本来就是吃不了苦的人，你还是……你别废话，瞧不起谁呢？真不是泼你冷水啊，猴子。你别看那些人说什么白手起家，你以为真是白手起家吗？你起码你得有个启动资金吧？你干这行的起码得先有一电脑吧？我这反正没电脑，你不能上街抢去吧？钱不是问题，啊，不是问题，钱在哪儿呢？什么呀？玉。哪儿来的？我妈的。
子，那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要把它卖？特别值钱。猴子，那个，我觉得不至于吧。这个因为毕竟是阿姨给你留下的，还挺重要的，你赶紧收回去。那个，要不行的话，什么呀？我就暂时抵押出去，我周转一下资金，对吧？下个月买回来。不是，我说认真的，你要实在不行的话，你把你什么鸟玉啊？我把我玉这方面的关系人介绍给你吧。我给你问问啊，我们家大厨好像有亲戚干这个的。天哥，来，有事问你。转。你上次是不是跟我说过你家有个亲戚是干什么玉石买卖的？哦，你说的是我亲哥，他开了一个收购收藏玉石的店，啥子事嘛？亲哥，那还行。好了。你哥这次捡着了，啊！你跟你哥说，我这有一块上好的玉，我押给他，先给我押个500万。500万？500万？那必须得你们亲自拿给他看。不是，你帮我问问能押多少钱？那我把丑话说到前头哈，我们哥这个人呢，有点怪兮兮的。什么叫怪兮兮？就是性格有点奇怪。他有句口头禅噻，哎呀，凡事都要讲个缘分。他呀，只要看得顺眼的人，随便说啥子都可以；只要看不顺眼，哎，随便你做啥子，理都不得理你。哎，这就是一个有钱人的性格。你得了吧，这听着不靠谱，你赶紧收下来算了。这我觉得咱想别的办法。是缘分啊！走吧，咱们去看看去。那我把衣服换了，我们就出发。现在就去啊？去啊，我节用钱呢。你得了吧，你这大晚上的，人家肯定睡觉。算了。不睡，白天不开门，晚上才开门呢。你看看缘分。你等等，这去不了，你赶紧回去，我还有事呢，晚上今天去不了，明天再说。那我给他打个电话，跟他联系一下啊。那个猴子，我觉得吧，事情不一定非得这样吧。想好了。哎呀，放心吧。来，喝点汤吧。好，谢谢，你坐。谢谢。十一啊，我有个事要跟你说。说吧。我从智荣建设出来之后，我准备自立门户，跟我爸划清界限，我什么都不沾他的。但是现在还有一个东西，是让我跟我爸有联系的，就是你的合同。所以呢，我准备在我这2天拿到钱之后，我去跟你公司直接签你跟我1对1的合作关系，我让你正式成为我的人，怎么样？没那么复杂，我的合约里规定要保护的人是你，所以无论你是侯爵还是小侯总，都一样。哎呀，好呀，看到你这么靠谱，我就放心了，来喝点汤，来。不喝，我刚喝过，给你的。都是缘分。红姐，早。早，马总。来。哎，听说了吗？小田辞职了。这下你们就不能再拿我八卦了。什么事儿的事儿啊？上周末下班前做了交接就走了。啊？怎么那么突然？什么原因呢？听说是个人原因。现在的女孩子啊，太随性。哼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正忙，请您稍后再拨。Sorry。
Sorry，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。哎，你好，那个田敏在吗？你是？我是他公司的同事。啊，我有东西要给他。他搬家了。搬家了？那什么时候搬的？3天前。哦，前面2、3个铺子就是我哥的铺子了。哎，那个他哥那儿他哥忙这点事宜，想办法把他支开啊！啊，大表姐，那个天哥他哥哥吧，不太喜欢女的，不是他那个店嘛，不让女的进去啊？还有这种规矩啊？是啊，我咋个不？你是吧？啊，是对是啊，我们哥年轻的时候好像遭受过感情的重创，一般都不见任何女性，哎，那太特别是美女。他见到他就啥子都不会说，太惨了，太惨了啊！你放心，我们在里面能。哦，到了，就是这，很快。哦，就是这里了。来，很神秘啊。哎，没事，这是我们哥自己的铺子，安全得很，在外面等一下吧。不要。哥，你们都来啦！哇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哥就是神神秘秘的。哎，哥，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我们那个老板，我们的老板的朋友。你好，怎么称呼？叫亮哥就是了。亮哥，你看看啊，我这块玉现在能值多少？开门啊！啊，开门，开门！开门的好东西啊，翡翠，冰种，帝王绿啊，东西不错吧？那你说我这个现在能值多少钱？现在这个市场价格呢，差不多可以卖30万。30万？也还行。你这市场现在不太景气吧？景不景气呢？差不多就是这个价格嘛。不过呢，东西是好东西，没有必要出手吧。玉啊，它就是讲个缘分。既然到你手里，为什么要把它出手呢？啊，留着它，有个念想，而且以后啊，还有大把的升值空间呢。他呢，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现在身无分文，就剩这一个东西。哎呀，哥啊，平时他们对我还是可以的，你就帮个忙噻。我要是有别的路啊，我也不舍得把我妈留给我这东西当掉。既然你能把它拿到我这里来，那证明我跟他也有缘分。要不然这样子啊，我给你10万块钱，你先把它压在这里，半年之内有钱就把它赎回去啊。实在不行，拿别的东西来抵当，我收你一点点的利息，你看怎么样啊？
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行啊，那我就先把这东西放在您这儿，你帮我好好看管啊，我是肯定会把它赎回去的。你们可以走了，到时候钱我打到你卡上啊。要得，那我们就走了噻。哎，走，装好。谢谢。走，大哥，我们走了啊。站住！手头的东西哪儿拿的放回哪儿去。抠。谢谢。长真香啊！秦国的，还吹牛呢，还500万。说了市场不好嘛。哥，我走了。好。哎，你哥全不权威呀？那个鉴宝栏目都让他去当评委，他硬是没去。你说他专不专业嘛？人生啊，就是浮浮沉沉，他到我这沉沉。你进去干嘛了？卖什么东西了？卖什么呀？他哥那有2个项目，我考虑一下要不要投资一。大项目。既然这钱投资不出去，我就给你交个房租吧，不能白吃白喝你的。滚蛋！真不要？你本来就是白痴啊。行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正忙。谁呀？小敏，你让我进去，啊！你走！我告诉你，你为什么要辞职呢？啊！你跟我说呀！你为什么要躲着我呢？我现在不想见你，我不想跟你说任何话，你走好吗？你要是不让我进去的话，我今天就守在这儿，我哪儿都不会去的。你哪儿都别想走。你到底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呀？你自己看，我是通过手机定位找到你的。我都找到你了，你能躲到我到什么地方去啊？小敏，啊，开门，开门！没事儿。你知道吗？你这么不辞而别，说走就走，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我以为你出事了，吓得我一路上胡思乱想。马勇，你现在走得太远了。
看到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我真的很心疼你。但是我不可能再帮你了。我无法面对我的良心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能再帮你了。我知道，你都是为我好。行，不用再帮我了，我也不需要你再帮我了。但是你答应我一点，小敏，你答应我哪儿都别去，你就留在这儿。我求你不要离开我，好不好？马瑶，你不是曾经跟我说过吗？也要带我远走高飞的，你就听我的手吧。小敏，我说过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到，你相信我。我求你了，你这2、3个月你就不要来管我的事儿了，好不好？我怎么能不管呢？我怎么能不管你呀？你就不能为了我们你放手吗？小敏，我为什么要放手啊？我凭什么我要放手呢？为什么非要我放手呢？为什么呀？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未来。我有错吗？把我该拿回来的拿回来，我有错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放过他，我要他崩溃，明白吗？崩溃，我要他崩溃。没睡啊？睡不着。哎，你相信星座吗？星座？我不太懂星座。不过小时候我妈教我看过几个星座，什么天狼星啊、猎户啊、织女这些。以前他们工作忙，经常不在家，我就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星星。现在雾霾这么严重，根本看不着星星。我以前老看星星，但是我不是看星座啊，我是找我妈。我爸告诉我，我妈没死，说我妈变成了星星在天上陪着我。我每天就在家找我妈，后来买了望远镜，天天看。你说我当时要是不学设计，我们祖国就多了一个伟大的天文学家。那今宵决胜无人共，卧看星河尽一明。哇，夜晚阳台数星星，1颗2颗3、4颗。有文化。哎，谢谢你陪着我啊。你觉得这么做值得吗？
盛达公司突然把预制板的价格上调了8%，说着现在市场行情不好，这样我们很被动啊。那我们都是按这个进价报给客户的，他要是上涨了那8%，那不就是等于让我们赔进去了吗？我嘴皮子都磨破了，可对方就是不肯让步，说是公司领导的意思。侯总，我们这一级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啊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吧。好的。哎呀，这盛爷啊，看来是不把我们当自己人看了。反应够快呀。对付我可真是不含糊。小侯总，所有的车钥匙、银行卡都在这里了，帮我转交给侯总。然后我现在要回我的办公室拷贝一下我的个人资料，可以吧？可以可以。进来。侯总，这个是小侯总让我交给您的。是。小侯总真是个……这臭小子！居然跟我玩真的！他放弃了一切，向我宣布独立了。您那么的爱他，公司眼下这个时候他这么干，那真是太不应该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。眼不见心不烦。走吧。哎呀，他还是个孩子，做出这种事儿就是不懂事儿。您啊，千万不能把这事儿放在心上，伤了自己的身体，不值得。他如果还小，我就当他是不懂事儿，我可以原谅他。可是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，我是不可能原谅他的。哎呀，您瞧您这话说的，这父子哪有隔夜的仇嘛？他总有回心转意的一天。再说了，他现在出去闯闯也没什么不好，多吃点亏，这样就成熟了。他不知道这外面的世道有多艰难。看来他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，真是拿他没办法。从小性格就叛逆，非要向我证明他能够独当一面。我挺担心他的。妈呀！这么多年，我们翻过多少山，挖过多少坎儿，经历过多少的分崩离析和背叛。虽然四面楚歌，但是从未众叛亲离。谢谢，还好有你在，我这心里踏实多了。您让我喝口水吧。哎呀，先去忙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还有什么要拿的吗？没了，什么都不拿了。有他就够了，走吧。
我以前没发现这楼这么高啊。哎，你要说我爸这生意做的也不错，我一天混的什么都不是，还老跟他对着干，挺有意思的哈。去给你爸道个歉，就跟他说你想明白了，以后踏踏实实好好工作不就行了吗？不可能的，我自己混成什么样，好与不好我自己高兴，对吧？这车怎么冒烟了？啊？小心！小心，快走，快走！你又扑我干什么？啊！起来！起来！十一啊！十一啊！哎，十一！十一！怎么回事？啊，这咋了这是？哎，这出什么事了？不知道啊，马总，这又是烟又是火的，你快来看看去。安保部啊，我是马勇，这楼下什么情况啊？什么？出事了，侯总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儿？那么慌里慌张啊！就刚才楼下发生了爆炸，就在侯爵的车旁边。侯爵现在在哪儿？在哪儿？侯爵在现场，但情况不明。到底是谁要害他？不行，我也去看看。你确定吗？我去。哎，侯总，好，怎么了？侯爵没事，没事了。你确定吗？毫发无损，但是51为了保护他受了伤，人都去了医院了。哎，你没事？幸亏有保镖啊，幸亏有51，吓死我了！幸亏有11在，不然侯爵就完了。吓死我了！哎呦，我这心脏！哎，您慢点儿。您慢点儿。你现在赶紧去现场看看，那边到底什么情况？你不用管我去，我去。您放心啊，别着急。警察先生，这个现在事情的调查情况怎么样了？现在情况应该还好吧？要等调查结果出来才知道。哦。哎，大夫，哎，他怎么样？已经缝合完了，患者清醒。缝针了？对。缝多少针？缝了10针，他在左肋部啊，一个皮外伤。啊。那今后还需要注意什么吗？那个回去以后按时来换药。那他这严不严重啊？也不算什么太严重吧，啊，就是一个皮外伤，没有伤及到内脏。医生，那谢谢你啊。侯先生，麻烦你跟我们回所里协助调查。那个，你等他出来看他一眼，好吧？啊，侯先生，你放心，有我们在这儿呢。你呀，就跟警察去吧。好，走吧。那你们看着他。好，你们看着他啊。放心。哎，周全，你跟着一起过去，照顾好侯先生。好。哎，注意安全啊！放心。怎么样啊？没事儿，有点小伤。11，侯爵呢？他没事吧？他没事儿，
一直守着你来着。刚刚警察把他给叫他配合调查。他没事就好。十一啊，你放心，我已经让周全代替你24小时保护侯先生，你就安心养伤。哎呦，我这点小伤真没事儿，真的，没2天就好了。这是纪律，不仅是为了你的健康，而且呢，也是为了客户的安全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先陪病人去留班室。啊，对不起啊。没事没事。十一啊，我已经让公司那边对这次事件进行评估了。你放心，应该有提升，而且还有嘉奖。谢谢赵总。喂，侯总，我刚从爆炸现场回来，基本确认是一辆电瓶车电瓶老化导致的，是一个意外。啊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哎，要不然你现在去医院看看51到底什么情况啊？好的，我马上去。对了，我打听了一下，侯爵搬出去以后住在海星那里了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哎，阿姨啊，今儿晚上你就炖个参鸡汤吧。对，经纪公司呢特别忙，给侯总补补身子。好，谢谢。饭店呢，虽然离智荣大厦不远，但是需要拐几个弯才能到。你也看到了，这条街经过的车辆不多，很具有隐蔽性。11痊愈之前，新的保镖一直都会在。之后呢，不要让11离开侯爵，好不好？不要这么做。11只是完成了每个保镖都会完成。我知道，那也不要。对不起。我这么做可能有些自私，但是11跟侯爵之间有一份格外的感情在里边。不管他们现在承认或者是不承认，有11在侯爵身边，我这心里踏实。好，我去跟赵总说。还有，倩倩，你答应我件事儿，好吗？你说。不要再当保镖了，啊？太危险了。我不出外勤的。我知道，那也不要。我一想到你到时候万一出什么问题，有个3长2短，你让我到底怎么办？我一个人，我有心脏病，我会受不了的。对不起。我答应你。我会难过的。有我呢。这一天终于来了，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啊！准备什么时候办事儿？办什么事儿啊？
当然是喜事了。你可跟我说过，除非结婚回归家庭，否则绝对不离开公司。哎，这话好像就像昨天说的似的。我们还没到那一步。现在呢，只是我男朋友，他想让我享受生活。哦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辞职我可不能批。你什么时候拿来结婚证，我什么时候给你批。赵总，我看把你吓的，就那么怕把自己剩下？也不是，主要吧，很难找到一个挺合适的。公司也很难得遇到像你这样优秀的教官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先请1个月的事假，之后要继续想辞职的话，可以再来办手续。女孩子只要一恋爱啊，就容易冲动。行了，这件事儿啊，就这么定了。赵总，谢谢你。我对你没别的要求，就一条，必须幸福。让公司的那些女孩子们都看看，干咱们这行的，同样可以得到美满的归宿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哎，你干嘛呢？哎，你干嘛呢？帮他搬下去。放下，伤口撑开了一会儿。哎呀，没事，我这天想让不耽误干活。下去待着去啊，别捣乱了。赶紧下去。走，下楼。来啊！吃饭呢？你要不要来点？哦不，你吃吧。汤来喽！来，十一姐，你尝尝这个汤啊，好不好喝？要是觉得不够咸呢，你就放点盐；要是觉得不够香呢，就放点这个葱花。反正侯爵哥交代了，要像照顾月子一样的好好照顾你。哎，这看上去还不错，你跟我也来玩呗。这是十一姐专属的，没你的份儿。哎，给你喝吧，我也不。别，还是你喝吧啊，好好把身体养好。这又不是什么大事。哎，把那床直接搬对面那屋啊，咱把双人间变家庭房，还能涨价。怎么样，满意吗？这床搬走了，空间倒是大了不少。但是我这边我缺一张桌子，我在办公啊，对吧？还缺。一会儿咱们去那个嘉裕城看一看。嘉什么巨城？哪来的钱？创业阶段能省则省，这我得给你严格把关啊。没事，回头我把我后厨那门板子给你稍微加工，给拿过来啊。大哥，我做设计，我那门板子我切猪肉啊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那个挺艺术的，弄完特别符合你那个设计师的 feel。行，那把我之前给你那个椅子拿回来给我。要不然我把我那椅子给你吧，我那椅子特别舒服。不用，我要我的就行。哎，那个跟我很多年了，我直接送给你了，好吧？我要我的那个。你那已经不在了。什么叫不在了？就是不在了。哪儿去了？它大概变成了50斤猪肉、60斤鸡蛋，还有很多盘炒饭。你给我卖了是吧？哎呀，这个你这椅子做的白瞎那么多钱，你都变成一个椅子卖，我自己不会，我用你卖。行了，想想别的啊，什么衣服什么还有吗？得换了啊。没有。那怎么办？把你们脱下来给我。哎，哎呀，咱俩这身形不一样，这个钱不能省啊！走，哥带你消费去。
椅子能给我卖了？以后啊，你这个消费水平这方式啊都得改。今天呢，我先带你适应适应，买东西只能来这儿买。一会儿呢，我不说话，我看你怎么那个讲价，好不好？给我展示一下，一会儿。这边。看看袜子没？这袜子怎么卖啊？3块。哎，来了你。还在。这个我哥们儿想挑2双袜子，展示吧。啊，你这个多少钱一双？3块钱一双。3块钱一双。你给我10块钱，我来3双吧。哎，行行。你傻呀，10元3双，人家3元1双。啊，那个4双。行行，起来吧。20，10双，8双。别，咱这关系9双。8双，哎呀不要，掏钱。什么叫8双？我让他聊10双。闭嘴吧，败家孩子，给钱。有人来了！有人来了！哎，你干嘛？追，快！别追了！这个慢点。1、2个。几双啊？10双，占2双。败家孩子懂事了啊，出息了，挺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胡先生，怎么这么晚没休息呢？没事，睡不着，下去找十一聊聊天。好，那你注意安全啊。怎么还不睡啊？一会儿就去了。我先看会儿视频。看什么呢？以前得冠军的视频，前天发我的，到今天正好7年了。你们以前比赛，这训练特苦吧？不过还是挺感谢那些日子的，让我后来面对什么都不觉得那么苦。其实我最近一直想找你聊聊。一直想谢谢你，但是我又说不出口，但是还是要谢谢你。跟你相处久了吧，我觉得遇到你是我的幸运。有点过了，换了别人也一样。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我这2天一直想问你呢，以你目前的状况，很难支付保镖的费用了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那天去天哥哥哥那儿到底卖了什么？不是去聊投资嘛，看看有什么好的投资项目。我去，我妈不给我留块玉佩吗？我拿那个换了点钱，先周转资金，过2个月赎回来。你妈给你的玉佩那很珍贵，你怎么能卖了呢？不是卖了，我算是抵押在那儿，然后她先给我拿一部分钱，我先用，然后我会赎回来的。
行吗？在你赎回玉佩之前，也不需要付我任何保镖的费用。那不行，我没再跟你商量，这是我履行合约的先决条件。你靠这个生活的嘛，这个就这么定了，晚安，早点睡啊。我是不会不付你保镖费的，你是肯定会收的，你一定得收，你不收不会收的，我也得给，我不管，反正我得给你。再来说，我可能付不起保镖费吗？求你再帮我一次，去交接方案。求你帮我一次，收手吧。你是我唯一信任的人，如果对方把方案卖给别人，咱俩更被动。我答应你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几点？在哪儿？你这个再往这右边稍微调整一点。哎，好，你把它固定好啊。你这边摄像头再往左稍微来调整一点。忙着呢。哎，要不吃点？不是，你先吃，我把这弄完啊。哎，那个兄弟，你这个装上不拆了吧？不拆了。那挺好，那挺好。哎，好，把这个固定好就行啊。好。哎，行，这位置挺好。告别旧的生活，步入新的生活。天哪，房子退了？退了。会不会太着急了？他让我退的，他说要我好好享受生活。我还向赵队提出辞职了，不过没被批准，让我先请事假1个月。保佑，祝福。马路对面向东500米，屈臣氏旁边好好的咖啡厅，交给一个戴着黑色口罩在看书的女人。他没给我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干这种事儿。
先付钱。钱已付，查抽，明天同样时间、同样地点。好。明天同样时间、同样地点收货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这弄一个。哎，我帮你一块儿吧。没事没事，我自己来自己来。这了吧？差不多。是吧？嗯。哎，我在网上买的床单被罩，换什么？好，我把被子收了。放那边。我来了。你别弄了，你都受伤了。我没事了。没事，我来我来。来来来。给我吧，你行不行？我来。我弄我弄。嘿。OK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动了啊，慢慢收拾，以后买个大房子给你收拾。啊？田哥，哎，这2天呢，我有些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办，店里你多费费心啊。要得，你放心。卫生还是得把关，我就不多说了啊。还有那个，就先这样。行，那我去忙去了。好嘞。好嘞。叔叔，您找谁？哎，小梅啊，这户的小姐姐你看到了没有啊？谁？那个姐。什么事儿？你找谁呀？麻烦了，我想问一下，之前搬来的这户的一位女士，您看见了没有？哦，不知道哦。来，谁让你随便给别人开门的？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？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。大夫，
我这伤口恢复的怎么样啊？啊，你这个恢复的还不错，挺好的。那我这纱不能拆了吗？哎呦，这可不行。我给你开点消炎药，这样能好得快一点。好吧，哎。谢谢。怎么样？医生说我恢复的很好，没事儿，换个药还兴师动众了。我说就不用来了。不是你这也是为我受的伤嘛，我肯定得来看，我必须得来。现在看见了，放心了吧？你可以走了，我还有事儿呢。你要干嘛去？拜托，我现在不是你保镖，我能不能安排点自己的生活？安排自己生活可以，但是得在我的眼皮底下。我妈过生日，我能请个假吗？那我勉强答应吧。谢谢。同学们，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，下课。老师再见。再见。走吧。今天内容还挺多的。是啊。回去还要记很多。先回去好吧。喂。对，我是。什么？啊，那我马上下去。你们这是？您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阿姨张英男啊，嘴真甜。我是张英男，没错。请问你们是？我们是侯爵的朋友啊。美丽的阿姨，祝您生日快乐！谢谢。看到了吗？小猴呢，请人给我唱歌；蓝旗呢，晚上请吃大餐。这就是竞争的好处。哎呀，可惜我的生日还得半年呢。在这边，这边请，谢谢。得多喝水，您这个年纪啊，一天至少8杯水。妈，爸，哎，你来啦！我还担心你一个人出不来呢。必须得来啊！哎，给你买的生日蛋糕，你最爱吃的水果口味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还是我闺女贴心。嗯，谢谢你啊，我们一家人难得聚一次。就是，这又买衣服又请吃饭的，让你破费了。什么破费？吃个便饭而已。咱们上桌吧。嗯，走，走，上桌。哎呀！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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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，美妈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越来越漂亮。谢谢宝贝。阿姨许个愿吧。好。哇哦！哇，谢谢谢谢。今天我们人都到齐了，又是十姨妈的生日，这样，我朗诵一首诗，助助兴。我8月要做事了。你爸今天
扮演诗人。别叨了啊，认真听。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写诗了，欢迎表扬，拒绝批评。那一天，你从车上下来，走到我面前，你仿佛丢掉了坚硬的铠甲，变回一只慌张的小鹿。妈，说你呢？谁慌张了？那一刻，我怀疑我们从来不曾分开。一定有人偷走了我的记忆。你离开我的这些年，我的生命竟是一片空白。余生的每一天都是你的生日，我要每天都对你说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我今晚的梦。精彩！对不对？谢谢，谢谢。都把我说成老妖婆了，真够肉麻的。还吃不吃饭啦？咱们拍张全家福。哎，来来来，服务员，哎，来我们拍照，来拍照，拍照。到那边去拍。嗯，好。把这个蛋糕带上啊。嗯，好。哎，十一，你到这边来。我就在这儿挺好的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受伤了是不是？没有。保护那个小猴受的伤是不是？我这都是小伤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小伤还能疼成这样？我跟你讲，十一，这个保镖咱们绝对不能再做了，听到了没有？保镖不能再做了。没事的，阿姨。你看人家，我绝对不能同意再干这个事情。先拍照，先拍照。你看人家等着呢，拍照，拍照。那就快点拍。小姐。可以了。啊，阿姨坐，快坐，快坐，不要着急。我跟你讲啊，十一，你以前受伤那是因为你是运动员，那是为国争光。现在算什么？啊，一命抵一命，凭什么呀？我们的命就比别人低贱吗？啊，不是，英楠啊，你别打岔。我原来就以为这个小猴他再惹事儿，他也就是小孩闹闹、打打闹闹的啊，不会怎么样。这可倒好，都受伤成这样了，跟他没关系。兰琪，阿姨拜托你了，十一。你真得帮帮他，他不能再做保镖了。我不能眼看着我自己的孩子为了别人的孩子把命丢了。这是我的工作，妈。我不管，辞职，马上辞职。我怎么能辞职呢？哎，你倒是说话呀！该你说的时候你不说了，辞职说呀！你倒是。你有什么情况，你跟你妈好好说。别跟老人争执，没用的。辞职。十一这个孩子太拼命了，保镖这个工作坚决不能让他再干了。我说英楠，当时十一见义勇为立功的时候，是谁骄傲的不得了？要不然挺得倍儿直。那个时候看把你嘚瑟的，上街可遇不见小偷，老想着有机会也冲锋陷阵一把。那能一样吗？那是见义勇为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，我骄傲，我光荣。有什么不一样呢？
十一救了小侯的命，别说光荣，至少是积德的。可是你也不想想，这事儿风险太大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要说危险，现在咱们国家做保镖是最安全的，刑事犯罪少多了。你换有些国家试试，那才叫危险呢。冷血，三观不合，不聊了。我是热血，万观不合，早点睡吧。谢谢啊。就住这儿？哦，对，住这儿。有没有太委屈自己啊？没有啊，这儿挺好的。客户的情况临时出了点变化，就临时住一段时间。行吧。今天阿姨生气呢，你也不要太往心里去，她也是担心。但是现在确实你说什么他们也听不进去，慢慢来吧。我需要这份工作，我也喜欢我的工作，我不会辞职的。我理解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也一点没有变，还是满腔热血的。其实吧，我还挺为你骄傲的。哦，对了，那个侯爵现在的状况，先别告诉我爸妈，我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放心吧。伤口还疼吗？没事了，恢复得很好。还是注意安全。慢点开。休息吧，晚安。拜拜。这是干嘛呢？聊得不错嘛，话挺多呀。确实聊得挺好。妍姐结婚呢？啊，有聊到这个事儿，不过具体时间还没定，定以后告诉你。晚安。来，马总。马总，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。今后只要有需要，我们一定还会竭诚为您提供安保服务。谢谢赵总啊！你看你培养了那么优秀的员工，合作的又特别愉快。既然咱们这个合同解除了，那现在51就是自由身了。好。赵总，咱们赶紧签我跟11的合约。小侯总，你怎么这么急啊？那我带马总来是为什么？就是为了无缝连接嘛，马上签约。来。哎呀，小侯总，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！赵总，那我先告辞了。请，不送，不送。慢走。你出走了以后啊，你爸心情很差，身体也不好，这人啊，一下子就老了很多，这看着都让人心疼。其实呢，你才是他精神上唯一的寄托。有空回去看看他吧，给他点安慰，啊？行，我知道怎么办啊，放心吧。
处子没有隔夜仇。咱们签约吧，赵总。好啊，纸笔都准备好了，来你看看。哎呦，蓝总，欢迎欢迎啊！赵总，你好。我电话里已经说过了，只要11的合同到期，我就跟他来签约。我今天是来签合同的。哦，好。哎，蓝总，那你正好来晚了。我跟赵总合同已经签一半了，马上签完了。哎呀，蓝总、小侯总，你们2位都是我的客户。哎呀，这事儿怪我，没有把你们的时间协调好啊。要不你们2位这样看行不行？既然2位总都想和51签工作合同，那11你来选择怎么样？我都签了一半了，还有什么好选择的？我觉得赵总说的有道理，我们让11自己选吧。11，我们集团的度假酒店马上就要开张了，我想请您过来做安保顾问，制定安保计划，培训人员。这事我跟叔叔阿姨也商量过了，他们很赞成。我本人也很希望你过来。我没事儿，你自己选。蓝总，谢谢你的邀请，你的工作确实很吸引人，相信不难找到更适合的人。王总，我尊重他的选择。走了，赵总。啊，我送你。太靠谱了，我把合同签了。告别旧的生活，步入新的生活。这就对了。什么？你辞职了？啊。你辞了职，你靠什么生活呀？大舅当然是靠朋友啦。就是借咱们车和别墅那个。那个我更正一下啊，那个是我男朋友。变化多端呢。看到没有，我当时怎么说的？还死不承认。这么大的事，你应该早点告诉我们呀。哎呀，那不是刚确定下来吗？进来。妈，怎么了？干嘛呀？这么严肃，怪瘆人的。
芊芊，你这个男朋友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看我们都来了这么多天，他都没露个面儿。做正经生意的，是做那个建筑设计，家族企业。多大了？55。和你爸差不多啊。啊，他结婚了吧？结了。不是，妈爸，你们别误会啊。他老婆在20年前就已经去世了，有一个儿子，这么多年呀，他也没再婚。他倒是挺重感情的。哎，那孩子呢？孩子给谁呢？能给谁呀？这不是，我是这个意思，我是不想让咱们芊芊啊一上来就跟别人当后妈。哎，芊芊，你辞职跟他有关系吧？啊，是他让我辞职的。他觉得呀，我那份工作太辛苦了，想着让我享受生活。他儿子多大了？跟我差不多大吧。那你跟他儿子挺合适呀。呀，你瞎说什么呀你？爸妈，你们不是一直想着让我找一个经济能力不错的、成熟又稳重的人吗？我现在找到了呀。可是我们没让你找这么大年龄啊。对呀，妈，他真的对我特别好，我真的特别喜欢他。再说了，我觉得年龄在我这不是问题啊。芊芊，妈知道，这么些年你在外面闯荡不容易，大城市开销大，你在这举目无亲，什么都靠你自己。我和你爸管你要了不少钱，可是我们不是为自己，我们是怕你月光族乱花，我们都替你攒着呢。真的，我们1分钱都没花，家里买的房子也是给你的啊。我们是想啊，万一哪一天你在这儿待不下去了，回家总得有个窝吧。等交房的时候，你回去签个字，房贷证写的你的名字。妈，那可是……芊芊，你听妈说，我们是应该早告诉你，不应该让你承受这么大的经济负担。芊芊，我和你爸没有能力给你更多，我们只能替你守着。你现在成这样，我和你爸有责任。妈，你们有什么责任呀？那我现在怎么了？芊芊，不管他多大年纪，哎，我们见一面还是有必要吧？爸，你是真不了解，他特别忙，他事情芊芊，我和你爸就是想你带他，让我们见见。算了，别难为孩子了。能见啊，他早就拉来见我们了；没见，他一定有没见的原因。咱们还是别住这儿了，孩子有苦衷。他应该来跟你们见面。爸妈，他作为你们未来的女婿，就算再忙再累，也应该来见一下你们。你们放心吧，我现在就跟他联系。稍微这儿给我按一按，对，稍微用点力。芊芊，家里人玩的还行吧？挺好的。那就好，缺什么跟我说，我直接叫人给他们送过去，啊？什么都不缺。这是。你最近是不是特别忙啊？看你气色不好。岂止最近特别忙啊，你主要见我见的少，
我一年365天，360天都这么忙了，手底下又没几个得力的助手，什么事都得我自己亲力亲为。面对一大帮大鬼小鬼上下乱窜，没办法，都得面对呀。哎呀，做点事儿真是太难了。我妈说，她要给你做好吃的。是吧？你妈手艺肯定不错。我妈做饭可好吃了。你明天有时间吗？明天？明天我想想，明天下午公司有个例会，完了以后呢，我要跟马勇去见个客户，明天肯定不行。那后天呢？后天？后天好像也有个会，我记不太清楚了。我这事儿我得给马勇打个电话，我得问问他，因为平时我的工作行程都是他在安排。你当老板的，怎么什么事都问别人啊？哎呀，我的助理嘛，工作的事都交给他了。那到底哪天和我父母见面呀？他们过2天可就回去了。哎呀，没有关系呀，等我忙过这一阵儿，到时候咱们俩去看他们。到时候我再请他们出来吃饭，没事儿啊。我爸妈知道你的年纪了，你的事情我都跟他们说了，他们一点也不介意。是吗？他们挺开明的。你安排个时间嘛，一起吃个饭啊。吃饭的事以后再说吧，等我这事儿忙完了我再说，不着急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我是不是你女朋友？是。你见不得人吗？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那你为什么不跟我父母见面？我没说不跟你父母见面呢，我说最近事情太多，等忙完这一阵儿我去见他们呢。你要不要跟我结婚？什么？我说，你要不要娶我？要不要跟我结婚？结婚？你会结的吧？什么叫会结婚啊？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你要不要跟我结婚？给我句准话。倩，这事儿从长计议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认识时间还，双方了解时间，我觉得还不太够。即使双方了解够了，我先表明了，我是爱你的，但是你知道我有孩子呢，侯爵很大了，我这事儿我还没跟侯爵商量，他到底什么态度我也不知道。我就是从长计议啊，不着急，急什么？咱们俩不是好好的吗？挺好的这样，你不觉得？你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跟我结婚。我肯定想过，不着急聊这事儿，这儿都有人呢。这事咱们俩私底下再聊啊。这儿，你摁这儿。你没事吧？哎呦，我这腰，他怎么揣得这么准呢？正好揣我这腰眼。哎呦！气消了吗？
我很喜欢你，但是真的不想结婚了。我太累了，累得无法承受婚姻之重。可是我好想有我自己的婚姻，有自己的家，自己的丈夫，自己的孩子。我希望我们的喜爱更纯粹一些，真的喜爱对方，就不会给对方压力，在一起就要开心，有一天不开心了，就友好的分开。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我会努力的做个好太太，让你感受到婚姻的美好。给我时间，我可以改变你。你在哪儿？我要见你。还是暂时不要见面了。叔叔阿姨在这里开销大，给我一个卡号，我打笔钱给你。收起那一套吧，滚！虽然时速只有51迈，却是我觉得最帅的车。加油！兄弟啊，你这个再帮我打5份吧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在海星饭店吧，我们最多10分钟就回去了。别人再帮我拆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你说你傻不傻呀？你不是高估了自己，你是高估了别人，还有你们之间的感情。你说的对，
是我太冲动，我太想结婚了，以至于以为别人的想法跟我一样。我错了。遇上一个哪哪都合适，自己又喜欢的人，换了谁，谁也控制不了。他根本就不想娶我，他只想养着我。我做不到。你肯定做不到啊！你有能力工作，有能力赚钱，有能力养活自己，干嘛用他养啊？就你这性格，肯定接受不了。我一直以为吧，钱对我来说特别重要。当钱和自尊摆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发现，我忽然明白一个道理。什么？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就是你想得到的越多，你就要付出的越多，以至于付出一些你根本就不可能付出的东西。这大道理好像都明白啊，就非得撞到南墙的时候才能死心。哎，行了，你也别想太多。现在想明白了也不晚呀，还有我呢。你可别提你了。你看看咱俩吧，都这么大岁数，到现在个人问题都没解决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想想都愁死了。乐观一点嘛，侯就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，经过必经之路，才能见到该见之人。共勉，开心点儿。我心里多难受啊！不难受啊。海星啊，要不你下去啊？能不别这么怂啊？看不人家的时候天天要见人家，这来到楼下你又不去，你是海星还是海螺啊你？能说话就说话，不说话别说话啊！你懂什么？人家现在有男朋友，我这个爱是放在心里的，保持距离，距离产生美。跟你有关系吗？人家还爱放在心里，搭理你吗？我给你叫他上吧。你这贤妻，走了。滚，坐，干什么？你这个人，我再给你强调一下，你只是没出息。我希望她好，人家现在有男朋友，我祝福人家好吗？她开心我就很开心，不一定要得到的，爱是放在心里的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。搭不搭理你还爱放在心里？大白姐，钱钱是不是不太开心啊？怎么了？海星，你最近有什么心愿吗？就钱钱开心幸福就好。你能不能收起你那副虚伪的样子？能不能好好说话？能不能像个男的？是，说点真心话。那我希望他立刻分手，可能吗？但不可能。恭喜你，愿望实现了。啥？分了。不是我不是幸灾乐祸，这事情，但是这是个好事儿，这样钱钱才能开心吗？那个男的就是个混蛋，早该离开他了，始乱终弃了。我怎么觉得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呢？我上哪知道是谁去啊？反正混蛋不都一个样吗？像这种渣男就得立刻斩首。不是，人家就算分手了也没说给你机会，你那高兴什么呢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趴窗户看蹦跶下去那种怂样，我看你就上火，丢人。都是没出息。单身就是有机会，单身就是有机会。你做的都是什么呀？啊！我怎么跟你们说的？我要的是能够全面超越前两稿的设计，你们做的是什么？啊？我要的是超越，是灵魂的东西。你们这叫什么？
这叫微调。微调谁不会？微调我一晚上就能做出来。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侯总，全面的超越一定会动到结构里的，让大家拿下去做，交上那里只有这些。目前公司现有的设计师里，结构能力强的没有，所以让大家去做这种国际大型项目的方案，难度太大了。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？公司没有人去外边找，到外边找高手回来做。我们已经找了，而且真的找了一圈了。很多人听说包小涵辞职的事情都不太愿意过来，而且什么？而且我们现在开出最优惠的条件，还不如人家现在的薪酬。你帮什么狗屁设计师啊！这是国际级的大项目，这么好的机会留给他们，不知道珍惜，一个个全钻到钱眼里去了，一点境界都没有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总得拿个解决的办法出来吧？啊？最快的办法就是把包小涵和侯爵请回来，哪怕请回来一个也行。包小涵的能力在设计部是无人能及的，而且侯爵的结构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。侯总，我觉得啊，最好还是把小涵给请回来。第一呢，可以立刻解决公司现在在设计上面临的问题，行之有效。第二，防止他被其他的公司给挖过去了，那样就会对我们形成更大的威胁。您说呢？